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乡巴小哥。这期的影片内容，我将为大家介绍我美丽的家乡龟格，它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一个孕育我成长的地方。本期影片由 DWB 赞助播出。对于龟格这个地方，应该很多来自国外的观众会对它感到很陌生，所以在还没开始深入介绍之前，我先带大家了解一下龟格这个地方的具体所在位置。龟格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县，位处马来半岛南部。这个区域也是整个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地方。龟格最大的特色就是房屋都建于海上，房子以高脚支柱，屹立于沼泽的海岸上，加上新鲜的海产，而让这个地方闻名。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让龟格这个百年渔村造就了一些行业，如海上养鱼业、旅游业等等相关的产业也开始蓬勃的发展。我相信很多来自新马两地的观众都有住过这里的海上度假，但是我却发现很多来这里度假的旅客却对这边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最常遇到的误解就是他们常常以左边的龟格和右边的龟格来区分。听到这边，你是不是也感到一头雾水呢？怎么会有左右之分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来过这边，今天乡巴小哥就借由这支影片带大家进一步认识这个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华人社区。 Let's go！OK， 那我现在把画面转到龟格渔村的大街，大家看到吗？这边有个牌匾写着凯泽宫，从这条洋灰桥进去就是龟格的咸水港渔村。这条洋灰桥也是咸水港渔村唯一的一条进出口。那在龟格渔村大街的两侧就有一些商店。在大街最前方的这栋建筑物呢，就是龟格国际渡轮码头，它也是龟格渔村大街的尽头。在渡轮码头前方的龟格岛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红树林岛，更是世界第2大的红树林区，是很多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那在渡轮码头左侧的龙王海鲜楼旁边有个入口，从这里进去就是龟格的港角渔村。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的道路也不宽，车子是不能开进来的，所以这两个渔村的村民在村里就是用电单车代步，至于村民的车就会停在附近的收费停车场。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通知大家，如果大家有来龟格的话，千万不要把车停在大街的两侧，因为这样做不只会阻碍交通，而且很大的几率还会中罚单。所以建议大家把车停在收费的停车场，把可能中罚单的钱省下来，吃海鲜大餐会更加的值得。那说到龟格渔村就不能不提两位在演艺圈非常著名的演员，一位是出演过无数部新传媒电视剧的叶世品大哥，还有一位呢就是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杨艳艳大姐。他们两位都是来自龟格渔村。那这两个渔村除了一些外籍新娘村民可以说100%都是福建人，所以这里的村民都能口槽流利的闽南语。所以如果以龟格国际码头为前方的话，
左侧入口进去的就是规格的港角渔村，右侧入口进去的就是规格的咸水港渔村。那这2个渔村也是马来西亚为数不多的海上华人新村。那影片看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感到很好奇呢？乡巴小哥自称来自规格，为什么频道的名字不是放渔村小哥或者是海的孩子呢？因为规格除了这2个华人渔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华人重组新村，就是规格山顶，也就是乡巴小哥的家乡。虽然村的名字叫山顶，但是这里却连一座山都没有哦。这个华人重组新村最主要的行业就是农业，种着油棕、榴莲、椰子、凤梨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那在规格山顶也有一条大街，售卖着一些必需品和提供一些维修服务。这3个新村距离其实也不远，大概在方圆5公里内，所以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是互相认识，或者都是有亲戚关系的。那小哥也因为另一半和工作的关系，而经常在这山区游走。对比咸水港渔村和规格港角渔村呢，规格山顶这里的居住区会比较散，不是那么的集中。那这里的村民多数都是潮州人。那规格山村也有各自的国民型华小，分别是咸水港的启蒙华小、规格港角的根文华小，以及规格山顶的培侨华小。虽然学校的规模不大，但也培育出了不少栋梁。这3村的村民也不多，在地的村民加起来也不超过1500人。这个也是很多乡村会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年轻的村民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只好选择离乡背井往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在外打拼的同乡，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家乡的角落，想念着家乡的美食，想念家乡的人事物。虽然说村民的人数日渐稀落，但是浓浓的人情味却不曾减少过。这里的村民都很热情，所以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规格。这里有清凉的海风，美丽的风景，来这里走走吃吃看一看，绝对可以让你放松心情，远离尘嚣。或许当你望着一望无际大海的时候，能让你听见自己内心最重要的声音。在这里我就先简单介绍规格的3个华人新村。其实马来西亚本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规格除了这3个华人新村，也有很多有族的村落，我们俗称马来干帮。各族之间呢都能够和睦共处，相互扶持。在未来的影片也会带大家走入马来干帮，窥探他们的生活面貌。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在观看影片的你，由于从影片的内容、脚本、拍摄、剪辑到字幕都是我一个人包办，所以呢我会不定时的更新影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马来西亚或者我家乡的美好事物，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之后所更新的影片。当然如果你也喜欢今天影片内容，也记得帮我点赞并分享，因为我相信你喜欢的内容，你的朋友也会喜欢。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